与前夫阮氏离婚1周后，她出了严重的车祸，虽然侥幸保住了命，但她很不幸的终身瘫痪了。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我的前婆婆突然带着一个年轻女人找上门来，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难以接受的要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离婚后过了1周，我才清点完分到我手里的财产，可还没等我做完拿着这些钱去周游世界的计划，就突然有不速之客找上了门。我的前婆婆李兰带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气势汹汹地站在我家门口，看见我就扯着嗓门大声嚷嚷：怎么这么久才来给你妈开门？你是想要冻死我吗？我想把门板拍在这2个人脸上，奈何那女人已经半个身子挤了进来。我也是这时才想起来她是谁的。阮氏出手大方，离婚时足足分给了我2/3的财产。这并不是什么夫妻感情，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他婚内出轨的蛛丝马迹，他为了堵我的嘴，不得不出此下策罢了。而这女人就是阮氏的出轨对象林秋。林秋卡在门里，我总不能继续关门，于是只得转向李兰。我和阮氏已经离婚，你也没理由再以我妈的身份自居了。你带着一个小三上门骚扰我，是打算做什么呢？眼见着李兰正欲发作，林秋先安抚了她，紧接着娇娇柔柔地笑了。姐姐，既然你和阮哥已经离婚了，那又怎么好再说我是小三呢？你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不想和他掰扯下去，只能把他往外一推，出去，我家不欢迎你们。没想到这不轻不重地一推，林秋却尖叫起来，紧接着李兰护住了他，对我怒骂：你想干什么？自己没本事，生了个丫头片子出来，就想害死我的大孙子是不是？林秋护住了肚子，眉眼低垂，好像受尽了委屈。我没事的，只要能救阮哥。我听见了他的话，立刻反问：怎么了？阮氏是要死了吗？李兰气急败坏，指着我怒骂：你这蛇蝎心肠的毒妇，你竟然盼着我儿子死！我呸！他就不该给你这么多钱。对于阮氏这出轨渣男，我是没什么同情心的。我和他离婚不仅仅是因为出轨，毕竟我们已经有了女儿。为了家庭考虑，只要他痛改前非，我也可以原谅他。令我接受不了的是他们一家人对我女儿的态度，他们整天没好脸色，以赔钱货称呼我女儿，这让我怎么能放心和他在一起？出轨只是压垮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，而我对他们家人积怨已久，哪怕阮氏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同情半分。他要是没生命危险，要我去救他干什么？林秋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这才说出详情。是这样的，阮哥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，需要人照顾。妈妈年纪大了，我又有孕在身，所以一个小三，一个恶婆婆，就找到前妻头上来了。我嗤笑一声：你们自己不觉得搞笑吗？李兰面色不愉：你别得寸进尺。要不是我儿子给你那么多钱，你能有好日子过？现在让你去照顾他一下，怎么了？不管怎么了，你们做梦去吧！我说着，在他们2个面前甩上了门。以我对李兰的了解，她那么爱儿子的一个人，现在不亲自去照顾阮氏，只能说明阮氏的情况很糟糕，哪怕能活下来，多半也是动不了了。阮氏此人心高气傲，又颇有一些大男子主义，如今沦落到如此境地，指不定要怎么发怒呢？再深沉的爱也经不住一边付出一边被伤害，所以李兰和林秋才想到了我。把他们2人拒之门外后，李兰又在门口骂了我好一会，
直到确认我真的不会理他之后才离开。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。不出我所料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楼下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吵醒了。我趴在窗口一看，李兰不知道从哪搞了10几个喇叭，一起在我家楼下制造噪音，还拉了条巨大的横幅，上面写着黑心儿媳丧尽天良，卷走所有前后抛弃重病丈夫。横幅旁边印着我的照片。我不打算搭理他，有钱就能办到很多事，要吃要喝有外卖，要娱乐有手机电视。我能一整天不出门，他却未必有体力做一整天。可惜他一说话，那10几个喇叭就一起发出声音，他像是哭丧一样大喊我的名字，然后对着围观人群卖惨。我真是家门不幸啊，一大把年纪没有孙子传宗接代，儿子还躺在病床上，还有个白眼狼儿媳，他这是要耗死我们家。我的个人信息被他披露了，物业很快找上了我。许云女士是吗？麻烦您处理好自己的私生活。小区内的环境是所有业主共享的，已经有人投诉了，对面态度很强硬，但我可从来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性子。我没有追究你们随便放人进来的事情，你们反倒质问起我来了。每年的物业费我都有及时交吧？买房的时候是怎么签订的合同来的？需要我去起诉你们吗？那边气势明显弱了下去，但还是强撑着嘴硬。这件事是我们失职，但对其余业主造成的损失，您一样要负责任。对面明显是在推卸责任，要拉着我给他们的失职买单，共沉沦。于是我不多废话，挂了电话就拨通了报警电话，直言自己受到骚扰，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损害。等着警察来的时间里，我也没闲着，揣着自己的离婚证就晃晃悠悠地下了楼。李兰眼睛倒是很尖，看见我就带着10几个喇叭一起大喊，那就是我儿媳许云，大家看啊，就是这个毒妇要害死我儿子。我脑袋被震得嗡嗡叫，走过去直接拔了他接喇叭的音响。你儿子又不是我开车撞的，找赔偿去司机那里，找我干什么？李兰脸上的表情越发得意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现在他沦落到这个境地，你都不愿意去照顾一下他，这和盼着他去死有什么区别？强词夺理这方面，李兰十分熟练。以前我和阮氏没离婚时，她就是这么折磨我的。只不过当时碍于一系列长幼尊卑、血脉亲情，我不好对李兰翻脸，只得默默忍受。但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你儿子都快死了，你还在这纠缠我，我看你也没有多爱他吧？李兰气结，随后很快反驳我，那是我已经托付了别人照顾我儿子，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冷血吗？听到这里，围观群众终于听不下去了，一个看上去和李兰年纪差不多的大妈上去要扶她起来，你也别在这坐着了，天气凉，咱们年纪大了，落下什么病就不好了。李兰见有人为她说话，更是起了劲的撒起泼来，她甩开那女人的手，再度嚎啕大哭。病又怎么了？我摊上这么个儿媳，我不如早死了算了。反正他也没盼着让我活，我活着只能碍人家的眼。李兰演的确实真情实感，她又十分抗拒的不愿意起来。那大妈瞬间就对我投来了愤怒的目光。小姑娘，都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儿媳怎么当的？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婆婆呢？她开了这个头，立刻像是一滴水被滴进了滚烫的油锅里。围观群众群情激愤，七嘴八舌地指责起我来。是啊，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能这么恶毒？光听说过恶毒的婆婆，
这婆婆对她这么好，反而儿媳恶毒起来了。所以说呀，这到底是外人，就不能对儿媳妇太好，不然她要骑到你头顶来作威作福的。李兰见舆论压力给到了我头上，看着我的目光里也多了几分得意。如果不是这里人太多，她不能露出本来面目，我几乎都能想到她会说什么，无非就是什么和我逗你还嫩着呢，还不快给我道歉。我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耳边也响起了相似的声音，你快给老人家道个歉。大家都散了。被我几句话对回去的物业，终于派人来了。来的是个40-50岁的保安，似乎是因为被迫离开清闲的工作岗位，让他很不爽。此刻他正虎着个脸看我，你连事情的经过都不问一下，就偏向别人，我才是这里的业主好吗？那保安看着我满脸不屑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的模样。要不是你自己做了亏心事，人家一大把年纪的来这讹你干嘛？快道歉！围观群众们也跟着大喊：对，道歉！业主又怎么了？我们也是业主，我们就集体投诉你，让你在这个小区待不下去。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眼见着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李兰假惺惺的一抹眼泪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做出一副大度的模样。小云，只要你和妈道个歉，再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妈就原谅你了。李兰又怎么会想到，她费尽心思演戏造就的局面，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呢？所以看着她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，我笑了。好啊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拉住了李兰的手，穷尽毕生演技挤出2滴眼泪。对不起，妈，我这就去医院照顾阮氏。李兰脸上越发得意，这才对吗？是，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你快让林秋回家吧，她肚子里还怀着阮氏的孩子呢。此言一出，还在对我指责的众人不约而同的都闭上了嘴。李兰那张脸还停留在喜悦的表情中，突然被我这么揭了老底，眼见着就要垮下脸，现在要笑不笑的样子十分滑稽。你胡乱说什么呢？不能因为你想离开我们家就造这种谣啊！他再开口，明显底气不足，引来了一众怀疑的目光。是，对不起妈妈，我不该乱说话的。我眼神慌乱地对着围观群众喊：刚才都是我编的，我老公没有找小三，哪怕无法辨明是非，人也总是会对弱势群体产生一些莫名的同情心。而李兰操之过急，在短暂的得势后对我太过咄咄逼人，大家对她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了。此时不乘胜追击，更待何时？我冲着李兰举起了手里的离婚证，可是我和阮氏已经离婚了，我再回去照顾她不合适吧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群众瞬间倒戈，对着李兰指指点点。李兰却像是受不了一样，捂着额头就要假装晕倒。而就在这时，警笛声传来，几名警察强行分开了人群。明明是我报警找来的警察，结果李兰却像是见了救命稻草一样，拉住了为首那个民警的袖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帮我做主，我这不孝儿媳，她要带着一群人气死我呀！你们别听她瞎胡说，刚才她就是这么把我们都骗过去的。是，分明就是他儿子自己找小三被发现了，现在还来倒打一耙，你们可得做出公正的决定啊！不大的小区院子乱成了一锅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根本听不清大家在说什么。前来办案的民警大概是见惯了大风大浪，对眼下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都先别说话，是谁报的案？人群像是被掐了脖子的鹅，
而我清了清嗓子，站到了人群最前端。是我报的警，看我是难得在这堆人里还能维持理智的人。为首的民警对我点点头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我扬起手里的离婚证，我和我的丈夫在1周之前离婚，财产分割完毕，且双方无异议。他在离婚后已经有了新的妻子，然而很不幸的是，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如今性命垂危。这位是我的前婆婆，她对我胡搅蛮缠，屡次道德绑架我，要我去照顾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前夫。而在被我拒绝之后，她甚至勾结了小区的物业，强行闯入小区，对我的名誉以及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我说完就等着李兰反驳，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另一个声音却先他一步响了起来：你做人可不能乱说话。出声的是那个保安。自从刚才局面反转之后，他就偷偷地低下了头，随时准备远离人群开溜。他大概是指望着我和李兰斗起来，一怒之下忘记了他们的失职。等我和李兰处理清楚我们之间的事，什么证据几乎都没了，我还有什么能力去追究物业的过失？眼下我几句话把火引到了他们身上，他当然也坐不住了。这件事可小可大，一旦我真的闹起来，大概所有参与了这件事的小员工都得被辞退。保安挪到了警察身后，似乎这样能给自己找回一点勇气似的。他挺了挺胸脯，虽然不了解这位老人家的事，但我敢确保我们物业是绝对为业主服务的，怎么可能和其他人勾结起来坑害业主呢？那你的意思是你当值期间严重失职，根本没仔细检查外来人员就通通放行了？要反问他，那当然不可能。保安眼珠乱转，一看就是在编造谎言。他进门的时候提供了门禁卡，再加上仔细陈述了和你之间的恩怨，所以虽然他不被登记在业主里，我也放行了，是因为你把门禁卡给了他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他的谎言漏洞百出，而我嗤笑一声，随意的就戳破了他。你刚才不是还说不了解他的事情，现在怎么又听说了他和我之间的恩怨了？我只是刚才太着急说错了而已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也不想再和他玩什么文字游戏了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了3张门禁卡，这是我手里的所有门禁卡，你可以去查我的补办记录，我一共也只有这3张。当然，如果你还要强词夺理，你大可以让他也拿出门禁卡来，他才刚进来一上午，总不可能连门禁卡这种东西也弄丢吧？保安脸色灰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警察适时打断了我们，物业的问题以后再说，我们会去调取监控证据。先说说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。话题又转换回来了。李兰是吧？对于许云的说法，你同意吗？我当然不同意。李兰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声音极具怒意。你是和我儿子离婚了，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家怎么对你的？你就这么报答我们吗？他不说还好，一说我的怒气也上来了。怎么对我的？你是说你逼我生儿子，因为我生了个女儿就把我当保姆，天天奴役我？还是你常常指着我女儿鼻子骂赔钱货？又或者是你儿子婚内出轨呢？看着李兰铁青的脸色，我心里痛快极了。想必你们也是通过了违法手段知道小三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，阮氏才能放心的和我离婚，却没想到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让他困到现在这地步吧。谁让你没本事生不出儿子，那是你应得的。李兰歇斯底里，我儿子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这怎么能算错呢？
悲哀的是，不少人心里大概都对这话十分赞同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，大家在外面都得维持一张人皮。李兰撕破这和平的谎言之后，面临的只有指责。生男生女又怎么了？我家能摊上一个孝顺儿媳，我就满足了。就是，真不知道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。这么一大把年纪来这撒泼也不害臊，这婆婆三观不正，平时恐怕也没少压迫儿媳。围观人群吵吵嚷嚷的，尽是说着让李兰接受不了的话来。于是她故技重施，拍着大腿痛哭流涕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没一个人是向着我的，都盼着我死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死。说着，他直挺挺地倒下了。人群呼啦一下散开来，各自找着什么家里还在炖菜，水烧开了没关，要给孩子做饭等理由跑回家去了。也是，毕竟李兰算是个老太太，哪怕晕倒的演技再差，谁也都怕被她讹上。不过我是知道李兰身体健康得很，一切指标正常，甚至比不少年轻人都要好。警察对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今天这事是无法继续追究下去了。李兰一门心思地装晕逃避，这又不是什么刑事案件，于情于理他们都不能强行叫醒她。我们只能暂时妥协，把李兰送到了医院去，等她什么时候愿意醒了再做打算。我跟着警察一起去了医院。我们这不算什么大城市，离这最近的大医院恰好也是阮氏住院的那里。一切事情因他而起，更何况我心里还有些疑惑没能解开，所以我径直去了阮氏住院的病房。走到门口还没能进去，我就听到门内传来了瓷器摔裂的声音。我敲了敲门，问了里面一句：发生什么了？大概门里的林秋以为我是护士，他的声音中透露着些许疯狂。没事，我一不小心手滑了而已，等会自己就收拾了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含混的呜呜声，似乎是有什么人被闷住了。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猛地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和正在把被子往阮氏头上闷的林秋大眼瞪小眼。你疯了吧？你真以为能成功吗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秋。前几天谈起阮氏，他还一脸幸福、骄傲与得意，现在他的脸上却只有狠厉决绝。这是谋杀，一旦被发现，你知不知道会面临什么结果？更何况他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吧？阮氏变了形的脸露了出来，看着我们两个人，一脸惊恐。可惜他大概是伤了脑子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也只有面部的肌肉能动一动。你倒是拿着他的钱走了，你能懂什么？林秋恨恨地看了一眼床上的阮氏，要不是看他能赚钱，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现在他不但赚不了钱，还变成了个只能花钱的废物，那还不如去死了。说着，林秋看向了我，许云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你真是够幸运的，钱拿到了，还不用照顾这个废物，而我连和他离婚都不行，只要我们还在一起一天，我就得履行义务照顾他。我有点同情地看着阮氏，不知道他在为了那个所谓的儿子抛弃我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这个结局。林秋看我不说话，大概是以为我默认了他的话，于是他接着逼问我，我说对了吧？你当然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受折磨的不是你。如果你们现在还没离婚，他就变成了个瘫痪，你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。这一次我却反驳了他，如果他没有变心，哪怕到了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也不会抛弃他。阮氏眼眶里蓄满泪水，充满希望地看着我。和他在一起多年，我们也算是从校服到婚纱，
虽然最后真心被他喂了狗，但我对他还是十分了解的，不然当初也就不可能敏锐地发现他婚内出轨了。现在他大概想表达的意思是让我留下来，他要和林秋离婚，和我复婚。林秋是为了图钱，对他毫无爱情可言，留在这里迟早会再次对他下手。而我不一样，他大概觉得只要他痛改前非，我还会深爱着他。当然，这痛改前非是被动的，他这副样子想做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就连林秋也在一边撺掇，既然你这么爱他，干脆和他复婚算了，这孩子要我生下来也行，不过抚养费我不会出，你们还得给我20万养身子的钱，从此以后我就和他离婚，再无瓜葛，成全你们之间的感情，怎么样？他这算盘打得响亮，我只对他冷笑，你是为什么觉得我还爱他呢？一个肮脏的变心渣男，有什么值得我去爱的？林秋愣了一下，近乎威胁地指着阮氏，你不回来的话，指不定哪天他就意外身亡了，哪怕不死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你真的不回来吗？那你们慢慢互相折磨去吧。我看着阮氏可怜兮兮的模样，笑了笑。阮氏，你别伤心啊，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从你抛弃我的那天开始，无论之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再心软了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结果你不还是和我一样没良心？林秋白了我一眼，我当你品德有多高尚呢？能看着自己的爱人被折磨，现在看来你还不如我，那还是比知三当三又要搞谋杀的人好一点的。我没让林秋在话语里占到丝毫便宜，别把我和你们混为一谈。你，林秋气结，随后我看他眼珠一转，直直地往我身上冲过来，我下意识抬手就要挡，然而他刚碰到我的手，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上，捂着肚子大叫了起来，哎呦，明知道我是孕妇，你还推我，你是要谋杀我的孩子，赔钱，你给我赔钱。没让李兰讹到，没想到我先被林秋碰瓷了。林秋挑衅似的对我笑了，许云，你完了，这里没有监控，你今天必须赔我钱。说着他又往床上看了看，而阮氏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也有正常的思维和勉强能表达是否的能力。现在我才是他的老婆，他的命都掌控在我手里，你说他会帮谁？我没想到林秋竟然为了碰瓷，我敢这么大胆。虽然他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但如果他足够不幸，就会一尸两命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项，要么给我钱再帮我离婚，要么我就起诉你蓄意谋害我。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，到时候你面临的不仅仅是赔款，还要去坐牢。他一副得意的样子，我又看向阮氏，他挪开了目光，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从他能轻易抛弃我，我就知道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。那么这一次他也绝对不会向着我，除非我妥协和他复婚，他会替我作证林秋是碰瓷。这3个选项我哪个都不想选，所以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，在林秋面前晃了晃。刚才在门外听见你摔碗，所以进门开始我就录了音。你刚才说了些什么？需要我替你回忆一下吗？林秋的眼睛瞪得很大，你竟然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要说算计也是你先开始的。我随手把手机揣了回去。你要想明白，你当然可以告我谋害你，但有你自己推翻这个说法的言论，你觉得还会有人相信你吗？林秋的脸一点点变得惨白，不可能。当然，这里还录到了你要谋杀阮氏的言论。如果在这之后阮氏意外身亡了，你猜谁会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呢？
林秋看我和当初李兰的目光如出一辙，充满了恨意。他突然站起身来，离开了病房。临走前还摔上了门。我看向病床上一动不能动的阮氏，他满脸心虚，我却毫不在意地坐在了他身边。你猜林秋是去干什么的？我猜他要去把孩子打了。阮氏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，满脸焦急，近乎恳求地看着我。你想让我去拦住他，可我什么都不能给他。为了救你的命，你家又要被掏空，我是拦不住他的。看着他绝望的表情，我给他补了最后一击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根本没有录音，刚才只不过是诈你们的，只可惜你直接选择了背叛我。林秋又根本不敢赌，只能相信我的话。阮氏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现在你废了。等到林秋打完孩子，他想再威胁我也没了底牌。而就算他今天没有打掉孩子，这几天之内这孩子也留不下来，或许还会被他利用去碰瓷你妈，而你是个什么都说不出来的废人。林秋不折磨你就不错了，怎么会关注你想要表达什么呢？你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，根本无力阻止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为了那个所谓的儿子背叛我的结果。很快的，阮氏看我的目光又和前两个人如出一辙，充满了恨意。可是明明错不在我，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在阮氏有如千刀万剐的目光之中，一步步离开了病房。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不会放过物业，因此搬家也无所谓。而李兰接下来也要专心对付林秋，根本没时间管我，更何况他在我这里讨不到好。这也意味着我已经彻底和过去划清界限了。故事2：消失了20年的前夫突然找上门来，因为他双腿瘫痪了，需要我和女儿的照顾。众人纷纷劝阻我不要理他，我却兴高采烈。他当年抛妻弃子，退一万步说，难道我就没有错吗？在女儿诧异的目光中，我把前夫推进了门。我是重生回来的，这一次，这泼天的富贵，我要独享。妈，你真的要照顾爸爸吗？女儿偷偷问我。她知道我一直对这个在我孕期出轨的前夫恨之入骨。在得知他出车祸瘫痪时，我甚至开了一瓶昂贵的红酒庆祝。当然不是。听到我的回答，女儿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失望的表情，抿了抿嘴，却没有说什么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虽然他没养过你一天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爸呀。现在他瘫痪了，你能忍心不管他吗？女儿迟疑了几秒，还是给出了窝心的答案。闻言，我在心里冷哼一声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这么孝顺。上一世前夫郑康在我孕期出轨，一气之下，我顶着7个月的大肚子跟他离了婚。离婚后，郑康继续纠缠了我几个月，可在得知我生了一个女儿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。那时候我既当爹又当妈，为了养活女儿，最多的时候打了3份工，每天睡3个小时，累到浑身是病。好不容易等到女儿大学毕业，也找到心仪的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了。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熬出头时，郑康却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。他离开我后的这些年，混得风生水起，不仅和小三白云烟生了儿子，还挣得了不少的家底。直到双腿瘫痪，白云烟卷走了财产后玩失踪，他变得无依无靠，身无分文，还没人照顾。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冤种前妻和女儿。上一世郑康找上门来，我用扫帚把他赶了出去。女儿居然还为此埋怨过我，说我太狠心了，
竟然对他的亲生爸爸如此无情。我没有解释。后来郑康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同意让他住进家里，他就去女儿的工作单位闹，把女儿弃养生父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那一刻我心慌了，我生怕女儿好不容易考上的编制工作让她给搅和黄了。为此我只好妥协，把双腿瘫痪的她接回家，尽心尽力的照顾。女儿很高兴，每天一回家就亲亲热热的叫爸，但她总是借口工作忙，从来没有给我帮过一次忙，反而明里暗里的让我打扮漂亮一点。有一次，她甚至偷偷把我和他爸反锁在一个房间里，锁了一夜，任凭我怎么敲门也不开。第二天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睡着了。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只是不小心。1年后，郑康因车祸后遗症器官衰竭而死。本以为我就此解脱了，可白云烟却报了警。在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两人并没有离婚。白云烟把我告上法庭，坚称是我害死了她丈夫。后来虽然证实我是清白的，可人毕竟是死在我家里，我有连带关系。最后我只能卖了唯一的房子，付了赔偿款。郑康仅剩的遗产是一套老破小的不值钱房子。女儿得到消息的时候傻眼了，她一心要撮合我跟郑康重归于好，就是觉得郑康虽然表面落魄了，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肯定还存着不少的财产。结果他爸表里如一，他气急了，憋着一股子气朝我发：你明知道他就是烂人一个了，还要把他接回家照顾，你怎么这么贱呢？是不是没见过男人啊？我还来不及委屈，他就收拾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搬进了老破小，连钥匙也没给我一把。他甚至没过问过卖了房子的我住在哪里。后来在一次例行体检中，我查出了患有癌症。国外有一种手术，对这个病有70%的治愈率，可是手术费需要30万。恰巧那时女儿继承的老破小赶上拆迁了，拆迁款足足有1500万。我心中一喜，觉得自己有救了。我千方百计找到了女儿的新住处，小区门口富丽堂皇，华丽的就像宫殿。站在发着光的防盗门前，我按下了门铃，门没开，可是门铃里传来了女儿的声音：你来干嘛？倩倩，妈来看看你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她的声音变得不耐烦：有事直接说吧，我很忙，没空招呼你。我环顾四周，想了想，还是咬牙开口：我得病了，需要他。可是门铃关闭的声音，我愣住了，任凭我再怎么按门铃，里面也没传出来半点声响。我的心如坠冰窖，直到我闭眼，女儿都没来看过我一次。也许是上天垂怜我，又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我们一家3口，时隔20年，又诡异地聚到了一起。当然，在正式接手前夫之前，我要确认一件事：郑哥，你离婚了吗？郑康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他迟疑了下，给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：白云烟都跑了，你还问这个干嘛？郑康紧紧握在轮椅上的手彰显了他的不安。郑哥，你能回来找我们母女？我求之不得。可是我假装拭泪，凄凄然地开口道：你如果还没离婚，我就是别人嘴里的小三，我不想当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我说着就推起郑康的轮椅往门外走。郑康急了，白云烟在我车祸后就跑了，我根本找不到她。女儿也帮忙一起拦着。妈妈，爸爸一个人去住疗养院，也太可怜了吧。我并没有停下往外走的脚步，
而是一边往外走一边郑重其事地跟郑康说：“郑哥，为了不落人口实，我只有先送你去疗养院了。你放心，白云烟我去找，只要你们一离婚，我就把你接回来。”郑康的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可对于这个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，他实在也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只好任由我把他送到了疗养院。上一世直到郑康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两人根本没离婚，白云烟只是怕照顾郑康，偷着躲起来了。郑康的儿子还在上高中，根本没办法照顾他。他也曾考虑过住疗养院，可又怕自己孤身一人被护工欺负，于是鬼斧神工的脑子不知道怎么地就打到了我的身上。果然，男人只有在落魄时才会想起糟糠之妻。既然手握剧本，那我就得好好利用，得抓紧时间把白云烟找出来。郑康住在疗养院的这几天，我找了私家侦探，查到了白云烟的消息。在得知郑康赖上我之后，他就大摇大摆地住回了家。有趣的是，郑康的宝贝儿子一点消息都没透露给他爸，还一口咬定没见过妈妈。据说，在郑康搬出来后，有一个男人经常出入他们家，想必就是白云烟的相好。白云烟的算盘就是把郑康熬死，把他卷走的财产合理化。而上辈子因为我的出现，他还讹走了我的一套房子，获得一笔意外之财。有钱有相好，还死老公，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个给占了。这些天，我也没让郑康一个人在疗养院待着，时不时就会拿着水果去看一看他，给他削个苹果，削个梨的，让他误以为我还是那个可以任他压扁搓圆的前妻。于是他一边和我追忆往昔，悔不当初，一边跟我卖惨，希望我能尽快把他接回家，让天伦之乐治愈他。我露出和善的微笑，他可是我重生 play 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我不仅要接他回我家，还要带他去他原来的家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呢。在我彻底摸清白云烟的行踪后，我决定接郑康回家。不过去疗养院之前，我先去了趟劳务市场，还没进大门，就听见一阵训斥的声音：“老陈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说说，你这是第几次被投诉了？之前你殴打植物人被投诉，我费了好大力才把你保了下来。这次你居然敢对清醒的老人下手了，还知道喂完安眠药再打。你不知道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监控吗？”我扒在门缝中看了那个被叫做老陈的老妇女一眼，她看上去约莫50多岁，身材魁梧健壮，手臂有我小腿一般粗。你还想上工给儿子还房贷？别做梦了，你已经被全行业拉黑了。被一通训斥后，老陈垂头丧气的出来了。我赶忙迎上去，一脸热情：“大姐，来我家做保姆吗？我家没监控。”“妈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”我不解地望着女儿。你想啊，爸年轻时这么有钱，他这么聪明一个人，怎么会让一个女人把钱卷光啊？他肯定是在考验我们。考验什么？考验我们值不值得继承他的财产啊。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，好人有好报啊。女儿说的神采飞扬。我们要赶在那小子面前把爸爸接回家，好生照料着，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，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当然了。女儿瞥了我一眼。你书读的没有我多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我正愁没有理由把郑康接回来呢，没想到他倒是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。我装作犹豫的样子，2分钟后，我点了点头。倩倩激动的手舞足蹈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美好生活。我看着她兴高采烈的样子，
心里五味杂陈。我造了什么孽？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？倩倩，郑康这么多年都没管过你，你就不恨他吗？女儿一边催促我出门，一边回答：男人嘛，哪有不犯错的？他回来了，就证明他心里还是有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妈妈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可我爸……他忽然低声说，他现在肯定还存着大把的私房钱，就是卖惨来考验我们的。要不是我是他亲生女儿，哪里轮得到你照顾啊？趁现在他还给我们考验的机会，你可得抓紧啊！说完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还给了我一个暧昧的眼神。我无语，真想一个大嘴巴抽过去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不置可否，故作尴尬地扯开了话题，拿了车钥匙，和女儿一起出了门。到了疗养院，女儿一见到郑康，就兴高采烈地跑了过去，一边抱着郑康的胳膊嗲嗲地叫爸，一边仔细地询问郑康的身体状况。爸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劝服妈妈把你带回家的，你可要好好奖励我。倩倩窝在郑康怀里暗示道，就差喊他把资产都给他了。乖女儿。郑康摸了摸他的头，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夸奖的话，好一副父慈女孝的画面，场景跟上一世如出一辙。倩倩从不吝啬对他爸语言上的付出，什么好听说什么，天天哄得郑康开开心心的。可照顾郑康的事情，他是一件也没做过。郑康双腿废了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端屎端尿的事情自然都是我在做。郑康的衣服，他要求我手洗，说是担心洗衣机里的细菌多。他饮食口味偏重口，而郑康只能吃清淡的，所以每一顿饭他都让我分开2顿做，单独给郑康做1顿。那时我被母女亲情蒙蔽了双眼，一度以为他是个知冷知热的好孩子，所以也不愿意让我们上一辈的恩怨影响了他的孝心。直到我患癌后才知道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利可图。他骨子里本就是一个冷漠的人。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情绪，把自己从上一世的回忆中拉了回来，开口打断了父女俩的温情时刻。好了，倩倩，别撒娇了，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带你爸回家吧。我回头对他说，对了，你先把尿壶倒一下，然后洗干净收起来。女儿听到我的嘱咐，立马睁大了眼睛，可又不想在他爸面前表现出不乐意的样子，只好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，妈，这个我不会，还是你去吧。我故意大声回答他，倩倩，不是妈不想去，是你爸毕竟还是有妇之夫，我做这些不合适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郑哥的亲女儿，女儿照顾爸爸是天经地义的。说完，我含羞带怯地看了郑康一眼，郑康立马开口帮腔，一顶帽子戴他头上。倩倩，爸知道你孝顺，难为你了。不同于上回见面灰头土脸的样子，今天的我是特意打扮过的。我穿了和郑康热恋时常穿的中式旗袍，虽然衣服的颜色从藕粉变成了靛青，但是依旧纤细的身材撑住了旗袍的魅力，韵味只增不减。郑康的眼睛亮了下，态度明显更加殷切了。呵，男人哪怕是双腿瘫痪了，也不妨碍劈腿。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老实，这句话一点儿也没说错。我回过头，朝着女儿张了张嘴，比出了考验2个字的嘴型。她自己说的话哭着也要完成，于是她一脸嫌弃地拿起了尿壶，认命地朝着洗手间走过去。期间发现郑康在看她，立马换上了一副乖巧的嘴脸。我心中暗自好笑，我的乖女儿，这才哪到哪。
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孝顺装到什么时候。洗完尿壶后，我又指挥着女儿给郑康收拾东西，他在一旁忙得满头大汗，而我则和郑康一起嘻嘻哈哈地刷着短视频。回家后，房间的分配成了难题。现在这个房子只有2个房间。上一世，郑康回家后，我们腾出了一间房间给他，而我跟女儿挤在一个房间里。我经常做家务做到半夜，早上又要一大早起来给全家人做早饭，难免会有声响。女儿明里暗里抱怨过好几次，说我吵到她睡觉了。我体谅女儿上班辛苦，也考虑到方便照顾郑康，所以主动要求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沙发又窄又硬，躺在上面连腿都伸不直，每次睡醒都腰酸背痛。这样的地方我足足睡了1整年，只有被女儿锁在郑康房里的那一晚，我是合衣睡在地板上的。傻过一次，我长记性了，我故技重施，以郑康没有离婚为由，提出要单独住一个房间。女儿理所应当地认为她和我一起住，可是我当然不会让她如愿。倩倩，你爸行动不方便，企业需要人照顾，你就睡沙发上吧。啊，他指了指自己，面露难色。不过我呢喃道。倩倩以为事情有转机，表情瞬间放松下来。不过你不要睡太死了，以免他叫你听不到。他愣住了，转头看了眼沙发，又看了看我，满眼的不可置信，支支吾吾的开口：妈，我白天还要上班，晚上我故意忽略他的言外之意，俯下身来和郑康说话。郑哥，你看咱们女儿多懂事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不辞辛苦的照顾你。郑康欣慰地点了点头，不动声色地握住了我撑在轮椅上的手。玉秀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我假装羞涩，轻轻地挣扎了几下，也就任由他握着了。倩倩刚接受完睡沙发的现实，更大的考验又来了。他爸拉了郑康腰部以下全部瘫痪，当然大小便也没办法自理，成天得穿着尿不湿。噗！伴随着一阵臭味袭来，郑康的脸上顿时出现了羞赧的表情。他不自在地转动着眼珠子，视线落在了倩倩身上。现在的他已经对我动了别的心思，男人天生自大的自尊心自然不会让我帮他处理这个事情，于是他只能求助女儿。这父女俩最后是怎么处理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那娇生惯养的女儿从他爸房间出来后吐了半宿。陈大姐如期来上工了，刚从失业的危机中缓过神来，她自然不会搞什么幺蛾子。郑康对她的表现也还算满意。女儿得知我请了护工后，强烈要求陈大姐住在家里，方便24小时照顾她爸。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妈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白天有陈大姐，晚上有我，照顾爸的事情你根本不用出一点力，脏活累活都是我在做。在手洗完衣服，给郑康做完营养晚餐后，女儿终于爆发了，瞥了眼郑康紧闭的房门，低声愤愤不平地找我理论，怎么算没出力呢？我一边忙着在手机上玩斗地主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：我陪你爸玩游戏、刷视频，还推他出去散步，给他提供了优良的情绪价值。再者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这是你爸对咱俩的考验。现在考验的事情你出的力多，跟他接触的时间也多，以后他一想起来，脑海里肯定都是你。这遗产，听到遗产2个字，女儿的眼睛都亮了，也不再抱怨自己干的活多了。妈，除了考验，还有复婚的事情，你要记得。放心吧，我拍了拍胸脯，
最多这个星期就能让你爸离婚。他张张嘴还想说什么，郑康的房里突然传来了呼喊声。我扫了一眼，对着他挥手：“你快去吧，估计你爸又拉了。”女儿一脸生无可恋地向房间走去，看着他沉重的背影，我轻笑一声，继续开了一局游戏，5连胜，真爽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我都会推郑康出去走一走，美其名曰出门透透气。直到这天，我把他推到了一个小广场上，里面有人在扎堆跳交谊舞，人贴人舞动着肢体，嘴唇近得像要亲上去，看得人面红耳赤的，别提多暧昧了。你看你看，郑哥，等你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学着。郑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笑容刚绽放就垮了下来了。只见贴面舞的2个人转过了头，其中一个是他无比熟悉的面孔白云烟，他和一个男人贴着身体舞动身体，像是体内装了吸铁石似的，难舍难分。不仅身体贴得毫无缝隙，男人更是频频在白云烟耳边低语，惹得他面红耳赤，气氛火热到搬张床来就是限制级，周围都是起哄的声音。白云烟娇笑频频，只不过他每笑一次，郑康的脸色就白一分。待到一镜看清男人的正脸时，郑康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像疯了一样，自己转着轮椅冲了过去，把粘在一起的2人撞了个踉跄。白云烟哎呦一声，刚准备回头开骂，定睛一看，发现是郑康，顿时脸色像跑马灯一样五彩缤纷。我从调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男人很面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看到郑康这么大反应，才恍然大悟，这个男人和郑康的儿子长得简直一模一样，连亲子鉴定的钱都可以省了。郑康气得青筋暴起，奋力地仰着头，举起食指，火力全开地对着2人破口大骂，用上了所有肮脏的词汇。然而他坐在轮椅上，虽然气势很大，但是架不住画面滑稽。我死死扣着手指，才不让自己笑出声。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我怀孕时，撞破郑康和白云烟在家里厮混的场景。那时的我就跟郑康现在一样，无能狂怒。而彼时，白云烟挽着郑康的胳膊，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面带微笑地看我顶着大肚子发疯，轻描淡写地说出一句从网上抄来的非主流短句：在爱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郑康温柔地抚摸他的脸颊，伸手挡在我面前，阻挡我发疯时误伤了他。这一幕摧毁了我对爱情的全部憧憬。回望眼前，画面重合，一向能言善辩的白云烟低着头，一脸惨白，面对谩骂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想他肯定不是在默默哀悼他逝去的爱情，郑康还在骂个不停。也是，毕竟他现在全身上下能活动自如的就只剩下嘴了。他骂着骂着，开始当众揭白云烟的短，说他胸是隆的，咳嗽会漏尿，不讲卫生，天天往妇科跑。白云烟终于忍不住回嘴：你去嫖了几次，你怎么不说？我都捞了你3回了，你还带了脏病回来，传染给了我。郑康回怼：你放屁，我每次都戴套，怎么会得病？就是你这个贱人出去乱搞染上的。不可能，我根本没病。一直沉默不语的伴舞，终于也开口加入战争。周围跳舞的众人早就停下了舞步，围成一圈专心致志的吃瓜，甚至还有打电话进行实时转播战况的。听到这段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十分精彩，眼神在3人脸上来回扫射。这3个中年人真是癞蛤蟆骑青蛙，
长得丑完得花。我悄悄退出人群，站在最不显眼的地方，默默地掏出手机，记录下了这精彩的一刻。郑康的身体经历过车祸后，早已是雨中浮萍，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。趁他骂完一整串脏话，疯狂大喘气的时候，男人拉起白云烟，迅速钻进了人群中，逃得无影无踪了。主角走了2/3，热闹不起来了，周围的人也渐渐散去，回家的回家，跳舞的继续跳舞，只有郑康还愣在原地，眼睛直直地盯着白云烟消失的方向。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有没有后悔，后悔当初离开我，和白云烟在一起，白白帮别人养了20年的儿子，活该。憋笑实在是太难了，我现在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我站在原地足足调整了10分钟，才压下想笑的欲望，朝着郑康走了过去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低语道：“郑哥，咱们该回家了。”郑康如梦初醒般，他愣愣地看了看我的脸，又看了看我放在他肩上的手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回到家，老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，不吃也不喝。女儿过来问我怎么了，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她。太好了！女儿惊呼出声，又瞬间捂住了嘴巴，朝他爸的房间看了一眼，确认他爸没听到后，兴奋地跟我低语：“妈，这下好了，爸的财产都是我一个人的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挤在这个破房子里了。”见我没有接话，女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轻轻挽住我的胳膊撒娇：“妈，等我们有了钱，就一起去住大房子，我啥也不干，就带着你满世界的玩。”我摸了摸她靠在我肩膀上的脑袋，硬生生把即将脱口而出的讽刺压了下去。这个美梦，就让她再多做几天吧。梦得越美，梦醒了才会跌得越惨。老郑足足在房间里闷了3天，我急坏了，急得只能荤素搭配才能吃得下饭。女儿拦着我，不让我进去劝她：“妈，你就让我爸自己想清楚了再出来吧，正好让我歇几天，他不吃不喝，正好清清肠，我也不用端屎端尿了，多好！”看来是照顾他爸这活把他累坏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